缅国破玉谷隐居着赌石界巅峰传说超级高手。石心神眼，赌石数百场无一败绩，绝世宗师，玉面观音，出身百年赌石世家，玉界传奇，破玉真君，纵横世间50载，天下无敌。花儿，你把师傅们的裤头都要赢走了，那这身衣服我压！压！我这件衣服也压了。我压这条丝袜。说吧，今天怎么赌？就赌这块石头里有没有玉。它怎么会发光？这块呀是幻光石，原石藏玉靠的是皮壳，它靠的是天生的异光。就算是赌石宗师，也会被这异光晃得睁不开眼。嘿嘿嘿，你要是输了，就把赢师傅们的衣服还有宝贝，通通的还回来。我要是能看出来，你们说给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你们连裤头都输了，还能有啥？不如就赌谷主令牌。这可是谷主身份的象征，怎能拿来当赌博？哎呀，这幻光石很厉害，他哪能猜得透呀？说的也是。好，那就赌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这一块是踏破铁鞋都难觅的帝王绿，只可惜这块的品质在帝王绿中只排第3。这世人只知道帝王绿，却不知道这帝王绿还分为太祖、世祖与成祖。你能灵光破玉，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徒儿，师傅输了。师傅，那就愿赌服输。那个臭丫头，我的谷主令牌！有人要跳楼了！妈，我回来了，你不要坐下去。你爸出事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妈，有什么事跟女儿说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有女儿顶着。爷爷，你爸带你妹妹出去玩，没想到在赌石上赌石输的倾家荡产，房子没了，存款没了，还欠了100万。妈，你先下来。他现在和你妹妹被扣在赌石场，不给钱就没命了。我也不想活了。妈，我爸他一辈子循规蹈矩，这一次他肯定是被人给骗了。我要把我爸和妹妹救回来。月然，赌石场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你不能去。妈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。等我。
宋老头，你欠我100万呀，我看你能赔得起吗？魏爷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鬼迷心窍，想靠赌石能一夜暴富。不要伤害我爸爸，你这个坏人！娘娘，你个废物老头，还生了这么好个好女儿，老子今天要挖了你的肾！魏爷，不要啊！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放过我，魏爷！打工？你以为在国内呢？这他妈是缅国，在这儿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。来人！给老子把他的肾给我挖出来！魏爷！不要伤害我爸爸！宋老头，我劝你啊，下辈子别来缅国。放开他们！魏大雄，你不就是要赌石吗？我跟你赌。月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赌石不是你能碰的东西，快带你妹妹走，赶紧走，快点！爸，我不走，你要走，我们3个一起走。丫头片子，你这是替父赌石啊？好，有种，我让你赌。不过，你要是赌输了，我不嘎宋老头的腰子，嘎你的腰子。不行，不能赌！魏爷，我求你了，你有什么你冲我来，别祸害我女儿啊，魏爷！不好意思，在这缅国境内，规矩是我定的，得我说了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要是赌错了，我2个肾都给。寇种，有儿。姐姐，月月，不能赌啊！爸，没有什么事情比你们的安全更重要。哎呀，不能赌啊！是我害了你啊！我就是个王八蛋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月月。赌石固然看重经验，但运气也很重要。今天我就和他们赌一赌运气。父女情深呐！啊，丫头，这儿有5块石头，只有1块是有玉的。你要是赌对，宋老头那100万免了。但如果是选错，你这2个肾都是我的。月月，选中间这块莽中有绿，必然有玉。我倒觉得未必，这块鸡皮沙出玉概率最高。不对，我觉得这块才是好料。最左边的这块比那几块都够好，这一块才有玉啊！月月，你就听爸的，中间这块有玉。不，我觉得这一块才有玉。这一块才有玉。月月，你疯了！这块石头皮壳粗粝，连个松花脑袋的影子都没有，连一点水头都看不到啊！就是块砖头料吗？它爸，这姑娘还是吓傻了吧？选了这么块破石头，跟选块泥巴有什么区别？就是，这块石头看起来死气沉沉的，别说玉了，连块玉皮都没有。可惜了，
这么个漂亮丫头，年纪轻轻就要香消玉殒，真是不值当啊！月月，你可别冲动啊！你看这块石头，皮质细腻，还有绿蟒缠身，这才是有玉的表现呐！听爸的，选这块没错。爸，你赌石输的都快没命了，还在这瞎指挥。那点看石的门道，都是跟别人学的一点皮毛，还不如听我的，随便选一块赌赌运气。爸爸，听姐姐的吧，你都输那么多次了。还是妹妹相信你。丫头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呀！实话告诉你，这几块原石我早已经让手下的赌石高手看过了，只有一块里面有玉，绝对不是你选择的这块。你选的这块就是一块废料，一文不值。你在哪儿请的赌石高手？他说的就一定对吗？听他的，你这辈子算是有了。好你个牙尖嘴利的丫头片子，你敢嘲讽我识人不明啊！你要是不信，那就开始好了。我选的这块料子是玻璃种翡翠，能做一条手镯，随随便便就能卖个50万。50万！一个女人真以为自己运气好到可以赌石啊！开始，给我开始！我倒要看看这块破石头能够开出什么狗屁玉来！我倒要看看这块破石头能够开出什么狗屁玉来！魏爷，这块石头是狗屎底，不值钱的废料。狗屎底，是狗屎底呀！哎呀，月月呀，爸爸都说你根本不懂赌石，你这下完了，全完了呀！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是赌石高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拿块狗屎底当宝。没点本事也敢在魏爷这块赌石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可惜了，这美人胚子，今天就要把命送在这儿喽！看见了没有？啊，狗屎底呀，没有玉，你输喽！哦，我已经输了啊？哦。我魏大雄啊，在缅国帕坎这个地方，那也是赫赫有名，绝对的公平。这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想不认啊？魏爷，不要啊！这样，你挖我的肾，不要伤害我女儿。晚了。如果你不想死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提小小的建议。等等，从这根线再解一道，如果还是没开出玉，我的命你随便拿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行，我好心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他再解一道。月月，你快带你妹走，我来挡住他们，快点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爸，你别担心，咱们一定能平平安安的。哎呀，这狗屎底怎么可能开出玉呀？你从小就不听话，这次你必须听我的，跟你走。魏爷，这块石头真的有玉，而且是玻璃种正阳绿。什么？明明是狗屎底，怎么突然就变成玻璃种的？啊！我的天，这是玻璃种正阳绿，谁能想到
一块破石头里藏着宝贝。这颜色，这水头，起码价值50万，真是开眼了！不值钱的狗屎底成了50万的玻璃种，这眼光也太毒了！可以了，弟弟选择这块有月月，我的好月月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太让爸爸意外了！我就说我运气好吧。魏爷，按照咱们的赌约，我赢了，后会有期。谁让你们走的？魏爷，当着这么多赌石客的面，你敢耍赖？这还耍赖呢？你就不怕传出去，你这赌石场的名声可就臭了。以后谁还敢来这儿赌石啊？我也不在乎。我自然不会违背承诺的，但是你父亲欠了我100万啊！100万呀！哎，这块石头打成镯子，他也就50万，那还有50万怎么办？啊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总不能赖掉吧？啊，不赌了，我们不赌了，剩下的50万我回去打工慢慢还。50万而已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我现在运气爆棚，再选一块石头还你50万不就行了？真合我意，真合我意。既然你运气这么好，那你就在场子里面再挑一块石头嘛，随便挑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一块一点也不贵，80万。这块石头前几天才10万，这几天怎么涨到80万了？我想卖多少就卖多少，嫌贵啊？嫌贵你可以不选呐。月月，这石头咱们不能买，就算咱们开出50万的玉石，那还得倒贴30万啊！爸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做亏本生意。那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质地更好，那得100万。那这个多少钱？120万。你明摆着是刁难我女儿，你！我开赌石场是做生意，不是做慈善呀！啊！这魏大雄诡计多端，哼，是你真似鬼，也要喝姑奶奶的洗脚水。我将计就计。魏爷，我再欠你50万，买这块，行不行？果然只是三脚猫的，他选了个不值钱的废物。哎呀，原本这块石头我是要卖70万的，当然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对吧？这块石头我给你，加上之前你欠我的，总共算你100万啊！好，等这块石头开出玉来，我们就可以翻倍，就有钱还债了。哎呀，月月，你选了个好石头啊！哎，你看，这石头，这料子，这一看就是老坑口的料子呀。脑袋丝丝入扣，这就是玉肉要顶出来的特征啊！好，太好了！宋老头不懂装懂，这丫头装模作样，这料子看似有货，实则无用。看来她根本不懂赌石，之前只是运气好。魏爷，你说我都花这么多钱了，你再送我一个小的？哦，你想要哪一块？这花盆底的石头用来种花养草的，应该也不值什么钱，不如就送给我吧。这块花盆石是我随手捡的垃圾，干脆送给他，赶紧开始，免得节外生枝了。好，这块我送给你了，我魏大兄一向大方。不是，月月，咱开50万的玉石都已经赚好几分了，你要这花盆石干什么呀？反正是送的，也没花钱。丫头，今天我们玩得开心，不如我们来一个盘外赌。
盘外赌哦，这个简单，就是赌你选中的石头能不能开出翡翠，就算是不值钱的料子，那之前欠我的100万一笔勾销，我还倒赔50万啊！你们也可以参与。魏爷，我们也可以下注。当然，我做庄，开不出玉1赔1，开得出玉1赔5。多少赌注我都接。这丫头运气逆天，跟她下注都没错。我押100万，我也信他。押50万，出玉。出玉1赔5，这买卖很划算。我押80，就能挣400万。我也押。这些人都被魏大雄给骗了，他们压的不是玉石，是虚无缥缈的抱负梦。开始，快开始！好，现在就开始。出去！快涨！魏爷，这块没玉，是废料。这可是价值50万的石头，怎么可能没玉？天哪，借回了！我的钱没了！丫头，输了。姐姐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女儿选的石头怎么会没有玉啊？你女儿就是丧门星，要不是她下条这块破石头，说什么肯定能出玉，我怎么会把100万扎进去的？害人精，安的什么心？辛辛苦苦赚的几十万，一把就收没了。你这个瞎了眼的小贱人，你自己看不准，还拉着我们垫背，你不能好死！二位老板，你听我说。是我让你们压的，我逼着你们压的，是你们自己贪心不足，妄想一夜暴富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臭丫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输了。我输了吗？怎么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不想认呢？魏爷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还给了我一块石头，那50万的料子确实没玉，但这块石头还没开呢。臭丫头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100万呢。别想着用一块压花盘的破石头就想开出100万的玉来。这丫头简直疯了！之前她只是走狗屎运，这小贱人根本不会赌石。石中藏玉，神仙难测，不切开看一看，一切皆无定数。怎么，堂堂缅国大佬不敢开我这块石头？臭丫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敢开我这块石头。魏爷，如果你真有缅国大佬的气魄，那就让捡石师开了这块石头，一定出玉。布局这么久，终于可以收网了。这么自信啊！一块压花盆的破石头都想开出玉来，那不如我们再赌一局。我都欠你100万了，哪还有钱跟你赌了？你可以压上你自己啊，压上你的清白，压上你的身子，算价100万。魏大雄，原来你耍这么多花样，是看上我女儿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哎，压不压那是他自愿的，我也不逼他。终于上套了，这一次我会让你永生难忘。好，我就压我自己。不行，月月，不能压呀！赌石就是个火坑，跳下去就完了。爸，我运气都这么好了，你还不信我？不是，一块花盆石怎么可能开出玉啊？完了，全完了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我倒要看看
一块压花盆的破石头能开出什么好玉来？等等，我还要加码。你还要加呀？刚才你只说了我的清白，我的身子，你还没说要多久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一辈子伺候，作价1000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还没有人敢跟我魏大雄反将一军。好，太好了，加码就加码。这样，这块石头要是开出玉来，我10倍赔偿你1个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丫头，我让你给我生上10个8个的儿子。开始。老天保佑，千万不能让我女儿输啊！千万不能让我女儿输啊！姐姐一定会赢的。魏爷，石头碎了，没玉。听见了吗？没有玉呀！丫头，今天晚上我在床上好好的疼你。魏大雄，王八蛋！月月，你快跑！老爸就算活出命，也不可能让他得逞。爸，你别着急啊。魏大雄，你说我输了，那就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好漂亮的绿池塘！我的天，帝王绿，这是翡翠中最昂贵、最难得的帝王绿。这不是帝王绿，这是顶级帝王绿当中的顶级太祖绿。一般人只知道帝王绿，却不知帝王绿分3级：太祖、世祖、成祖。这一块就是最高级的太祖绿。这块太祖绿质虽然很小，但价值起码也值1000万。要是体积再大一点，哪怕1个亿都有人抢。咱们能亲眼看到这太祖绿出世，已经是这一辈子的福气，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月月，你这简直是开了天眼！既然能从压花盆的石头里找出价值1000万的太祖绿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爸，我就说我运气好吧。你这运气也好到快逆天了吧？竟然能够注意到一个不起眼的压花盆的破石头。反正比你强。真正的帝王绿放在你面前，你都不知道。好你个臭丫头，你是真狂啊！老子这下亲自下场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赌石高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还要赌，还要赌？不赌了，不赌了！我女儿都连赢2局了，赌什么赌？女儿，我们走，不赌了啊！走。站住！在帕兰赌石场，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魏爷，你确定还要跟我赌？不怕再说？臭丫头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天，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！魏爷最看重面子，当年有人质疑魏爷的赌石实力，直接被批得投海自尽啊！这丫头找到了她没发现的玉石，这要传出去，她还怎么在圈子里立足？这一次，我亲自下场，我们5局3胜。如果我输了，我魏大雄手下的13家矿场全部归你。疯了！疯了！当年魏爷为了夺得矿场和柯青帮的矿主，火拼3个月
死了多少人，差点瞎了一只眼才拿下，现在居然直接压上了赌局。咱们今天也算是开眼了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赌局啊！这是输急眼了，要跟我赌家产呢。对，我输了，13家矿场归你，你输了，我让你死在这儿。生死局玩得这么大？不行不行，10个亿哪有命中啊？月月，咱不赌，听话啊！不赌咱们出不去。那咋办？爸，你别着急，先拖延时间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再说，他也赢不了我。行，这赌注我接了。我要是输了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各位，今日主持5局3胜，这块石头是帕敢王家提供的，那是出自于老场口最深处的铁层沙，这是王家压箱底的镇库石之一。诸位，我王家这块石头不同于市面上那些普通料子，前几年3位相遇名家盘了3天3夜都不敢下定论，鉴定难度极大。再难的石头，在我眼中无所遁形。这是以力赶玉，这是传说中神秘的赌石宗门石心阁的绝技啊！这手法不靠眼力，而是以内劲探查石中玉性，比看皮壳纹路强100倍。魏爷这藏的也太深了，难怪敢压下13座矿场，原来是有这底牌呀！这块石头不但有玉，而且是高冰墨种，是块黑玉。黑玉？我看未必，这就是块废料。废料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解释！让这个黄毛丫头看看，我石心阁的弟子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月月，这魏大雄赌石手法太可怕了，你……姐姐，你们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魏爷，您猜对了，真的是黑玉。魏爷，您猜对了，真的是黑玉，价值连城的黑玉。各位看见了吗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高冰糯种的黑玉。我的天哪，这色泽，这水头，墨如凝脂，肉似寒泉，对着光看能透出一种淡淡的冰感，果然是高冰墨种。这以力赶玉竟是开了天眼啊！黑玉稀少，高冰级别的更是100年难遇，多少人穷极一生都未必能见一块，太美了。魏爷，我算是开眼界了，您不用强光，不观皮相，仅凭指力便能感知异性，我们这等凡夫俗子连想都不敢想。宋九月，看见了吗？这块石头价值至少2000万，你竟然说是块废料！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在我眼前指手画脚，这赌石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你一个女人就应该乖乖地待在家里，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，别仗着自己有几分运气就赶来赌石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完了，魏大雄他赌中了，真是块黑玉啊！老爸，你别着急，这是黑玉又如何？我输了吗？哎呀，我能不着急吗？5战3胜，这魏大雄上来就拿到1胜。月月，你认真点吧，你跟魏大雄赌的可是命啊！这确实是块黑玉，但它同时也是块废料。宋小姐，输了就是输了，
何必嘴硬呢？这高兵墨种就摆在眼前，你还说什么废料？我看你输急了眼，开始胡言乱语了吧？就是，魏爷以力赶玉，如此神机，怎么可能失手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怕是连判杆矿场的石头长什么样都没摸透，还敢在这班门弄斧？哼，死鸭子嘴硬，分明是自己看走眼，还强装高人。如此水头饱满、冰润灵透的黑玉，他怕是这辈子也没见过。宋九月，看来你对原石的认知力真的是可笑之极呀！这块黑玉触手温润，色泽浓郁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废料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在这儿装模作样。哎呀，月月，你别犟了，真刀真枪赌石，你根本不是魏大雄的对手啊！魏爷，这块石头解出来确实是黑玉，不过它是黑玉又如何？就能说明我一定输了吗？你这是想耍赖啊？1分钟之后，你们就知道它为何不是黑玉。1分钟之后，这黑玉还会长翅膀飞了不成？啊？它是块石头，怎么可能飞呢？不过它会变，1分钟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块废料。不对，现在只剩30秒了。30秒？这丫头怕不是得失心疯了吧？难道你还能隔空施法，把这高兵墨种变没了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！这是他和魏爷的赌石生死局，每一把都至关重要。他眼看要输了，在这拖延时间呢。30秒能变出来什么花样？这也太扯了。30秒，好，就给你30秒。30秒之后，我看看你还能耍什么鬼花招。反正30秒之后，我们5场生死局，你就输了这第1场。这明明就是块黑玉嘛，里面没有藏的孙猴子，他不会72变。月月，你是不是眼看要输，这急火攻心，发烧了，脑子烧坏了？爸，你别听乱了行不行？我还有5秒，4、3、2、1。变了，石头变了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变了！我的天哪！赌石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。好好的冰种墨玉，突然变成了一块破石头，邪门了，太邪门了！刚才还莫如凝脂，怎么刹那间就变成了这样？这不是活见鬼了吗？月月，这啥情况啊？难道这石头里面藏了个孙猴子，会72变啊？不可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冰种墨玉，价值连城的冰种墨玉，怎么说变就变？宋九月，是不是你施了什么妖法，搞了什么鬼？你只知道这是块墨玉，却不知道它是产自帕敢铁砂层最深处的弹光玉，是玉石中最邪性的变种。弹光玉，这块弹光墨玉藏在帕敢铁砂层之中，1万年不见天日，靠铁离子沁色凝成墨色，玉质密度、水头、手感都和高冰墨种一模一样，但它有个致命的缺陷：见氧即退，遇风即白。月月，你是说这块石头遇到空气它就会变？对，弹光玉，昙花一现，原来这块真的是一块见光死的废料。普通赌石高手靠的是眼力，你的以力赶石确实是神技，但这弹光玉却是你这赌石高手的克星。你之前靠的不是运气，你是真的会赌石。你才知道啊！我要是不会赌石，我怎么敢跟你赌命啊？月月，你啥时候学的赌石啊？那老爸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老爸，这件事儿以后再跟你解释。这家好厉害！
这一局我赢了，赶紧开始下一局吧。磨磨蹭蹭的，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。宋九月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五局三胜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各位，这是我收藏的2块奇石，一块是南岐窗口的黄沙皮，一块是麻门矿口的黑乌沙。我研究了整整3年，都没看透里面到底有没有肉。今天借这个机会，请2位比试一下。宋九月，要不你先？我看完了，你看吧。什么？又完了？这么快？这2块料子虽然难辨，但对高手来说并不难。我必须先发制人。这一块是玻璃种的紫罗兰，这一块便宜货透青种。魏爷，果然好手段，一掌排出鱼肉。我还没赌石呢，你就把石头解开了，这算谁输谁赢。宋九月，是你说的让我先，我既分辨出来2块料子的品种，又一掌拍出玉肉，验证了我所言非虚，这一局自然算我赢。哎呀，你个魏大兄，你也算是个赌石高手，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？哎呀，你个魏大雄，赖皮赖皮，羞羞脸！哎呀，你个魏大雄，咱们比的是赌石，你哪有不等对方表态就直接解释的道理啊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怕我女儿猜中，你这耍赖呀，就是耍赖。我以力感御，一掌定乾坤，紫罗兰和豆青种难逃我法眼。我有说错吗？啊，这难道不算我赢吗？倒是你的女儿就扫了2眼，连下定论的话都没说，还好意思说我耍赖？赌石本就讲究快很准，魏爷想出玻璃种紫罗兰和豆青种，解释也证明魏爷的猜测正确的。这一局魏爷赢得堂堂正正。是呀，赌石行业向来是先相遇者胜，这局当然算魏爷赢。就是魏爷赢，还是压倒性的胜利啊！算了，老大，和这种人吵架没意义，这一局就让他赢了，不过是1比1。下一局我们再分高低。1比1，哈哈哈！这一局是2份，我便对的是2份啊，自然是赢了2局。现在是2，我领先你1局。现在是2比1，我领先你1局。2比1，这明明就是1局嘛！江湖险恶，宋老头儿，以后千万别让人家钻了空子。这赌石场上哪有什么规矩可言？赢了那叫本事，输了你得认栽。5局3胜，我就拿了2胜。宋丫头，可千万别让我再拿1胜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好，2比1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赌石高手。你再也别想赢。各位，这2块石头的来头，一个比一个吓人。右边这块来自乌漏河100米寒潭洞，左边这块黑乌沙来自老后江场口1000米深坑。为了挖到它，死了3名矿工。乌鲁河寒潭洞，听说世界顶级潜水员都不敢深入，没想到被你给挖到了。老后江1000米深坑，那可是百石洞，死在里面的挖玉人数以百计啊！我可是费尽了无数心血，才得到了这2块原石。魏爷，宋姑娘，你们就拿这2块料子来赌石吧。等会儿，魏大兄，你最好早点说清楚，这次算1局还是2局？这2块料子极为诡异，看着有些高深莫测，还是稳妥一些为好。2局，1块石头算1局。那这就是最后的第4、第5局。嗯，老样子，
你先看吧。女儿，不行了，不能让他先看。不行啊，女儿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先看。上一局吃的亏还不够啊！他这个人最是耍赖，先让他看了，指不定又出什么鬼把戏。咱们呀，先选先赌，站住先机才是王道。姐姐，老爸说的对，不能让他先看。你们别担心，魏大雄虽然会以力赌石，但这对付普通元氏还行，这2块他猜不出来的。魏爷，哎，这2块石头还是您先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后悔。左边这一块嘛，是块废料，连斗种都算不上。倒是右边这一块很不错，是极罕见的血玉，价值5000万。血玉5000万！魏爷，你错了，你说的这块废料是玻璃种正阳绿。至于这一块，你猜对了一半，它确实是极品，但可不是什么血玉。不是血玉，那你说是什么？是百年难遇的成祖级帝王绿，千万，怕是连零头都不够。这是百年难遇的成祖级帝王绿，5000万。连零头都顶不上。成祖级帝王绿，老后江矿口虽然出好玉，也不至于出这种神品啊。老后江矿口有史以来就没出过成祖绿。宋姑娘，这2块料子可是我的心头肉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。5000万的血玉我都知足了，要是再有成祖级帝王绿，那肯定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，搞不好还着了一大把火呢。哈哈哈哈！这赌石场上，嘴说不算，解石为凭。解石师，动手解石。魏爷，您说准了，乌鲁河的料子是废料，而另一块黑乌沙确实是血玉。哈哈哈！我就说嘛，这丫头太年轻了，把废料当正阳绿。魏爷确实厉害，以力赶玉，名不虚传，2块全对。还好，黑乌沙是血玉也行，5000万也够了。宋九月，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实力，还成祖级帝王绿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现在第4局、第5局你全输了，4比1。我女儿看错了，要罚还是要赔？你冲我来！魏大兄，你不要伤害我女儿！老爸，我还没输呢。废料就是废料，血玉就是血玉，还死不承认。各位，有没有听说过华池玉和子母玉？华池玉、子母玉，这是什么玉石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华池是古代对醋的雅称，而华池玉产自寒潭深水层，外层会凝结一层坚硬无比的石壳，寻常解石只能切到这一层石壳，看起来像是块废料，实则此玉遇醋才会消融石皮，露出真正的玉肉。我的妈呀！天下还有如此玉石！快取醋，要醇厚的老陈醋！哈哈哈哈！真的是正阳绿啊！
这样，水族中了，这品相比羔羊绿还要更胜一筹。竟然真有这样的玉，真是开眼了！难怪魏爷看走眼，这石壳也太能骗人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魏爷，您别急啊，还有第二块呢。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雪玉，而是子母玉。子母玉，这又是什么玉啊？子母玉，外玉为母，内玉为子。母玉看着是极品雪玉，实则只是一层保护壳。只有打破这层母玉，才能露出真正的子玉，那才是百年难遇的成祖级帝王绿。什么？你让我打破这5000万的雪玉，万一里边没有成祖绿，那这5000万可就打水漂了。那就看你敢不敢赌了。宋小姐连花池玉都能一眼看穿，这子母玉的说法定然是真的。富贵险中求，我赌了。成祖绿，真的是成祖绿！这色泽，这水头，我这辈子没见过更好的。这品相，少说也是5个亿，打破5000万，换来5个亿，暴涨10倍。赢了，我女儿连赢2局，3比2。姐姐赢了，姐姐赢了！你凭什么赢我？一个黄毛丫头，你也敢赢我？真是个输不起的货色。魏大雄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伤害我女儿！太过分了！赌石输了就掏枪，传出去就不怕被整个赌石圈唾弃吗？输不起就耍赖，什么东西？魏大雄，这里不是你一手遮天！闭嘴！我要是输了，谁都别想好过！你凭什么赢我？今天你这个黄毛丫头，必须死在这儿！放肆！魏大雄，竟然敢在这里撒野！我若是不来，又如何能看到你竟然赌不过人家一个小女孩，恼羞成怒，还想杀人灭口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是他，宋九月，那个小姑娘跟我使诈，就算她在娘胎里面学的赌石，她也不可能赢过我。她一定是使了什么奸诈的手段。你生气我说吧。刚才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我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，听的是一字不落。魏大雄，你作为吴森的得力手下，在赌石圈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可是你竟然连基本的赌约精神都没有，输了就是输了，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枪杀人，一点不顾及自己的声誉，更加败坏了吴森的颜面。王爷，我女儿为了救我，与他赌命，5局我们拿下3胜，可这个魏大雄他耍赖，赌输了他就翻脸。魏大雄，你还不认罪吗？王爷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是我冲昏了头脑，求你看在4年的面子上，饶过我，放过我这条生路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向我求罪吗？宋小姐，宋大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早知今日，你何必当初？现在知道错了吧，赖皮狗！魏大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活该！宋小姐，现在这个人该如何处置，全凭你一句话。宋大姑奶奶，我输的，我全给你。之前的赌约输了1个亿，我1分不少的全部打到你账户上。我名下的13家矿场、地契、矿证，我明天全部如数奉上。求你大发慈悲，饶过我一条贱命，好不好？既然你履行赌约，
那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谢谢你真是大法慈悲道不散，谢高人，谢谢。既然宋小姐肯饶你一命，还不快滚！月月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老爸，这家伙输了森爷13家矿场，你以为他还能活命？哦，对，森爷可是有名的地头蛇，有他好受的。王爷，这次多亏您及时出手解围，这份恩情9月铭记在心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对了，1周之后本王将举行世界赌师大会，以宋小姐您的实力，必定夺魁名扬天下。不知道宋小姐有没有兴趣？宋小姐有没有兴趣？多谢王爷抬爱，只不过我现在更喜欢清静，更无意扬名。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，如今我只想多尽尽孝心，回家陪陪父母和妹妹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本王也不勉强你。世间名利如过眼云烟，家人团聚才是真幸福。宋小姐，碰头。多谢王爷体谅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和我老爸就先回家了。老爸，妹妹，咱们回家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女儿，老宋。妈，老爸没事了，我把他救出来了。月月，老宋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今天呀，多亏了咱们女儿啊。妈妈，姐姐今天太厉害啦！怎么厉害啦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魏大雄啊，号称有什么以力改玉的神技，硬要和咱月月赌石。结果这魏大雄啊，这老狐狸输的是一败涂地，把13家矿场都输给咱了。13家矿场啊！老爸啊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以后还赌不赌石了？哎呀，这赌石这行当啊，真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。我再也不碰了。不管赌什么，这贪心不足，最后啊，只会输的是一干二净。这还差不多。回家，我可想吃妈做的菜了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哎呀，回家喽。魏大雄，一场赌石，你把我13家矿场弄丢了。姐，那个宋九月太邪门了，我以力改玉从来都没有失手过，这次栽到他问问邪道上，我不是没有经历啊。输了就输了，找什么借口？一场赌石丢了我13家矿场，还在王爷面前耍赖，把我吴森的脸都丢尽。Z，我错了，我真是错了。Z，求求你看在我跟着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饶我一命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啊。你这样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牛马？把他拖出去，找个矿洞。来了，我求求你 ，Z，我不想死啊 ，Z。宋九月，1周后的世界赌石大会，我要亲自会会他，把丢掉的矿场和脸面全都找回来。森爷，宋九月婉拒了王爷的邀请，不参加赌石大会。不参加？哼，在缅国还没有我吴森想办不成的事儿。去，把他爹妈和家人都绑了。是。
老婆，咱们家以后啊就靠月月了，有13家矿山在手，嘿，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，对，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，是不是？这有时候钱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毕竟树大招风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宋老头，你好啊！你们是谁？众目睽睽之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家主子想见你们，想请你们去他那待几天。你们家主子是谁啊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没得罪过谁啊。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要乱来啊！我打电话报警了，我。这，哎，爸爸，你们敬酒是10罚9，带走。老爸，你家人在我手上。你是谁？你找我家人干什么？你抢了魏大雄13家矿场，我主子有点不高兴呀。魏大雄的主子吴森，我家主子说了，赌石大会你来跟他赌一局，赢了你家人还给你，输了13家矿场可得还回来。当然，你也得先进入决赛，才有这个资格。吴森要赌，直接找我赌就行了，抓我家人算什么本事？姐姐，月月，别去赌石！吴森那家伙心狠手辣，他就是想要矿场，根本不会讲信用。是。月月，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你千万别去啊！不要动我爸妈！我参加赌石大会，和你主子赌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耍滑头，你玩不过我主子的。吴森，你敢抓我爸妈，要我赌石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小姑娘年纪不大，气性不小嘛。你是？怕敢吴森，你就是吴森，赶紧把我家人给放了。你那13家矿场，我都可以还给你。你以为我抓你家人就是为了那13家矿场？难道就是为了逼我来参加赌石大会？魏大雄那是我吴森的人，在缅国没有人敢让他输得那么狼狈。你赢了他，就是扫了我的面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我一定要和你赌一场。你要赌石，你直接找我赌不就行了吗？不，我一定要当着王爷的面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这样王爷才知道我吴森才是怕敢第一。我是上届赌石大赛的冠军，坐镇决赛，想和我赌石，你先赢了我的徒弟，闯进决赛再说吧。好，我一定会进决赛，并且我会在决赛让你终生难忘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对手足够强大。不过，宋小姐，如果你没能闯进决赛，你爸妈可就……欢迎各位来到新一届世界赌石大会。本次比赛，我们不仅仅有赌石宗师，还有后起新秀，更有森爷的2位得意弟子，他们是黄金左眼王浩宇和黄金右眼李瑞泽。欢迎2位！一个女人也敢踏足赌石大会，真以为自己侥幸赢了魏大雄那个废物，就可以和我的师傅森爷叫板了？想见我师傅的面，
得先过了我们俩这一关吧。本次比赛分为初选、半决赛、决赛。初选采用报价模式，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判断出原石有何种玉肉，再给出报价，报价差值最大者当场淘汰。报价模式，这个赛制倒是挺有意思，这比的就是眼力准头，还有对行情的拿捏，可不是什么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运气活。宋小姐，千万别露怯呀，咱们陪你好好玩。各位选手，第一轮比赛开始。哎呀，这第一轮这么简单呀！宋小姐，这石头你看得出来吧？需不需要我提醒提醒你啊？现在是比赛，我不想跟你们说话，你们俩还是别浪费口水了。请各位选手在手写板上写下适合玉肉，价值几何。好，请各位选手举起你们的手写牌，物质相差最大的选手即刻淘汰。现在当场解石，证明各位判断。哟，宋小姐，你的手写板上写的也是诺准3万，巧了呀，怎么和我们哥俩的答案一字不差？我说你怎么半天不动笔，原来是等着我们俩写完你来抄啊！这赌石赌的是眼力，你倒好，赌的是偷秒的能力啊！我慢一步，是在确认皮壳下那层白棉晕的分布，以确保估价分毫不差。而你们，怕是只看到了假松花下的诺准，连玉肉边缘有没有隐裂都没察觉吧？爹，胡说八道！这石头上哪有隐裂？我看你是在给自己偷抄找借口。有没有裂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，着什么急啊？诺种原石玉肉完整，虽然边缘有极细隐裂，但不影响其整体价值，市场估值3万元。什么？什么？真有隐裂？这怎么可能？师兄，这石头上确实有隐裂，但是一条几乎细的看不见的隐裂，根本不影响其价值。还黄金左眼黄金右眼呢，连有没有裂都看不出来。你们的师傅还真是教了2个好徒弟。你对付这种入门级的料子，还犯得着费那劲儿？我们师傅的绝招还没使出来。没错，我们俩只是随便看2眼，根本就没有往深了看。你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那个隐裂？2个大男人还不如我们女人娘们唧唧的，输了还不敢认。你，师兄，先别和这臭丫头一般见识，等下一轮，咱们让她好好开开眼。现在，请估价差值最大的选手离场。下一轮，请判原石。好漂亮的冰种翡翠，冰种，绝对是冰种。窗口水头足得很，里面玉肉肯定完整，是块好料子。一群废物，光看开窗有什么用？黄岩沙皮的老厂口料，里面暗藏黑血。哼，这料子根本就是块废料。表面的冰种玉肉就是个幌子，底下的料子就被血吃透了。那群傻子还敢写50万？师弟，你看出什么来了？让那女人好好看看什么叫做黄金眼。你看什么？你还真以为我要偷看你写的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谁知道你能不能看穿那块原石？我的判断当然不能被你所看到呀。就你那点水平，给我看我都觉得浪费眼神，也就你当个宝贝一样藏着掖着。这料子的猫腻你看得出来吗？我看你根本就看不懂。
嘴硬是没用的。懒得理你。现在有请各位公布答案。废料，一文不值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看开窗处明明是兵种啊！黄金眼的名声可不是吹的，他们都说不值钱，一定是我刚才看走眼了。完了完了，这轮我报了52万，肯定要被淘汰了。好你个宋九月，还说你没有抄，我们写的是一文不值，你写就是写0，这明显就是换汤不换药。宋九月，你能不能不偷看，要点脸吗？你们刚才写答案的时候，恨不得把手写板揣进怀里，左遮右挡的，连个边角都不肯露出来。我又没有透视眼，怎么偷看？你要是没有偷看，怎么可能和我们答案写的一样？怎么，就允许你们能看出猫腻，容不得别人也能看清真相？你算了，师兄，等下一轮让他先写，我看他还怎么抄。说的对，咱们先沉住气，等他写完答案亮出来，咱们再动笔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写出什么狗屁答案。真是莫名其妙。现在开始解释，马上公布答案。这块原石虽然开窗是冰种翡翠，但里面以黑藓丛生，没有任何价值，所以这块原石的答案是废料，无价值。下面进行第3轮，请看原石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看着就像块普通石头啊！赌石大会拿块如此简单的石头来糊弄人，不会是主办方没料子了吧？我猜这就是块废石，不值钱。没皮没物，连出自哪个场口都看不出来，这咋看嘛？外层全是石片，内里却有团若隐若现的绿光，里面有玉，还是冰种正阳绿。外层是普通的玉，只有核心裹着一团玉髓，这种料子最容易被当成废玉。这块石头价值100万，寻常眼光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次我看他们到底该怎么写。各位，你们只有1分钟的答题时间，到时间不写答案者即视为比赛失败，是要被清除比赛现场的。根本看不出来。哎，不管了，胡乱写吧。哈哈哈哈！一群废物，这块料子你们都看不出来，还不如滚回去种地。宋九月，你怎么不动笔啊？啊，原来我们不先写，你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呀？前2把你不是挺有能耐，怎么现在连笔都不敢动？啊？早说了，这臭丫头，前2轮就是抄我们的，我们写了，你才能依葫芦画瓢放水。现在我们不写，你就原形毕露了吧？这1分钟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是再不写，可就要被赶出会场了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厚着脸说你自己没有抄。各位，还有30秒的答题时间，没交答案的请抓紧时间了。听见没？再不写可就要滚蛋了。我劝你，还不如早点认输，省得跟我吵什么吵？你们2个男人一个劲儿在这唧唧歪歪的，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女人就是女人，光会耍嘴皮子功夫。有本事你把答案写出来呀，就只会逞口舌之快。写啊，你倒是写啊！马上都快没时间了，你还在这嘴硬。刚才你们用那个什么黄金傻眼看原石的时候，我早就写完了。现在赶紧闭上嘴巴，真是吵死人了。你写完了？不是一口咬定我是抄你们的吗？有本事你们现在就别跟我写的一样的。如果你们跟我写的一样，那就是你们抄我的。王少、李少，时间马上到了，赶紧答题吧。
抄，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？这不是摆明了抄我的吗？真不要脸！哎，抄你！宋九爷，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这兵种正阳绿的底子，我们的黄金眼早就看过，估价100万也是我们早就盘算好的。这料子就值这价。没错，这料子的门道我们早就看透，怎么就成抄你的？前2轮说我抄你们，现在你们跟我写的一样，就不能是你们抄我的？是谁那么双标啊？我们本来就打算写这个，你以为只有你能看出来是兵种正阳绿？这料子皮壳紧致，水头外露，明眼人都能瞧出几分，也就你把自己当神仙。3位，稍安勿躁，现在就解释，公布答案。第3块料子，兵种正阳绿，价值100万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在场上就只剩我们3了，终于能看看真章了。宋九爷，之前的比赛，不管巧合也好，抄袭也罢，现在都不作数，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赌师眼光的时刻。那就等着瞧好吗？最后一轮初选，要求各位选手蒙上双眼进行比赛，仅凭触觉、听觉判断原石，真正考验各位的赌石功底。什么？蒙上双眼？蒙上双眼？那我的黄金眼还怎么发挥啊？宋九月，是不是你给这主持人塞钱了？塞钱？我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龌龊，赌石赌的是真本事，真有能耐，就算蒙上双眼，凭手感也能摸出原石的门道。怎么？不行？你王少、李少，这盲猜的规矩啊，可不是我定下的，而是王爷啊亲自定下的这赛场规则。真正的赌石高手，眼、手、耳、心缺一不可，光靠眼睛看，算不得真本事。王爷定了。这是最后一轮，你们3人最终只能留下2人晋级半决赛，也就是说，必须淘汰掉1个人。师弟，等会摸石头的时候，你偷看一下，把它给我。师兄，你说什么？偷看？那我不是作弊，到时候铁定被赶出赛场。你让我进半决赛，给你1000万。要不你把答案偷偷告诉我，我给你2枪。你这是不帮我了？上次腾冲赌石，你欠我的1000万还没给我，我才不信。师兄，必须得帮我，那就各凭本事，谁被淘汰算谁倒霉。你们2个嘀嘀咕咕什么呢？不会是想作弊吧？关你屁事！蒙眼就蒙眼，把手底下写真章。师弟，你竟然背着我偷学弹石变玉！哎，我偷学弹石变玉怎么了？师兄，彼此，你不也偷学师傅的以力感玉吗？你还有脸问我啊？我偷学以力感玉怎么了？那是师傅的赌石界。师傅说了，我们只能学黄金眼。你敢违抗师命？哎，那弹石变玉是师祖的独门绝招，他老人家爱教给我，怎么了？那上次腾冲赌石，你靠以力感玉赢了我的高货，我还没跟你算这笔账呢，你还真当我不知道？你放屁！那个高货它本来就应该是我的，是你自己眼力不济。你现在辱骂师兄，你跟他何罪啊？哎，你他妈抢我高货，背着我多学以力感玉，你还有脸当我师兄？你这个伪君子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哎，你要不是我带你入门，你怎么会有今天？入门之恩我早就报了，你欠我1000万，这笔账我怎么还没给你算呢？你们俩干什么？刚才还一副兄友弟恭的样子，现在怎么跟仇人一样？王少、李少，请
请立刻停止争执，再闹事儿按违规处理，直接淘汰。各位选手，都看好了没有？请写出答案。都看好了没有？请写出答案。哼，以仇蒙眼，你的黄金右眼毫无用武之地。你偷学来的贪食变玉也是花架子，你现在怕是里面有没有玉都摸不清吧？我的黄金右眼没用，你的黄金左眼就有用。师傅的以力赶玉，你就学了半个皮毛。这石头你要是能看出，我跟你姓。少废了，我倒要看看你和我谁才会滚出这赌石大会。这半决赛没有你的位置，赶紧滚吧，你等着被淘汰。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吵够了就赶紧写答案吧。你等着吧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就让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当师兄。叫你一声师兄，你还真以为自己的赌石技术高过于我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赌石高手。请选手们公布答案。落种黄匪300万，师兄，我看你是拍石头拍傻了吧？刚才弹的手指头都疼了吧？贪食变玉也是你这种废物能学会的。哎，你黄龙玉，黄龙玉，臭丫头，你怕不是连瞎猜都不会吧？黄龙玉外壳粗糙，带着土黄色的风沙痕迹，反而这块石头外壳干涩发白，毫无黄龙玉的特征。就是黄龙玉金沙的料子，外壳多少会泛点金沙光泽，哪怕包裹岩石的原石，摸起来也会有轻微的凸起。这颗石头根本没有任何特征。哎呀，你们俩可真是师兄弟情深啊！刚才还吵得恨不得动手，现在倒是统一战线来怼我了，感情真好。是谁跟他兄弟情深？白帝青看成落种黄匪，就这种水平，简直把师门的脸都丢尽。我也不知道你跟师傅学了什么，楚门，别说你是我师弟，你也别说是我师兄。三位，答案已经公布，现在开始解石。各位，这块是黄龙玉金沙料。什么？黄龙玉金沙料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俩都没有说对，主持人把他们都淘汰吧。等等，我写的是落种黄匪，黄匪的黄和黄龙玉的黄都是黄。他写的是斗种白帝星，和黄龙玉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一轮必须淘汰他，你赶紧淘汰他。你能不能要点脸？黄匪是翡翠，黄龙玉是石英岩玉，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，一个黄字就能混为一谈。我看你这就是耍赖！你那白帝星跟黄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淘汰天经地义。先别着急下定论，就算开出来的玉种是黄龙玉，价值还没标出，万一只值100万，我的估价是80万，也比他的300万接近。该淘汰的是你这个瞎乱报天价。主持人，你快公布！经过权威鉴定，这块是顶级黄龙玉金沙料，肉质饱满，金沙纯净，市场价值500万。500万！我赢了！我猜的是落种黄匪跟黄龙玉是一路的，我才是对的。你看到师弟，还是我技高一手，你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我呸！王浩宇，你别他妈得意的太，我看你怎么说。哼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贪食变玉，也配跟我争？下辈子吧。皇上，你只不过是接近，宋小姐你是全都猜中了呢。哼，刚才的蒙眼变玉
本就不是我的强项，黄金左眼才是我的杀手锏。半角色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赌石高手。半决赛规则：3局2胜，先赢得2场比赛者直接晋级总决赛，将对决上届冠军森野。快点快点，别磨磨蹭蹭。高兵满率，这绝对是高兵满率。玉肉通透无裂，价值最少1000万，这局我赢定了。就这么块石头，还用得着看这么久？我早就写完了。这臭丫头看得这么快的吗？不过高兵满率目前市价最多1000万，1200万可达不到啊。2位已写下答案，解释。臭丫头，高兵满率的市价我门签。这个料子的大小，顶天了，就值1000万，1200万。问呢？你这个黄金左眼，也就只能看看1000万的石头了，价值再高点，你就看不出来了。牙尖嘴利的臭丫头，咱们等着瞧。高兵满率价值1200万，本轮胜者宋九月。什么？不对，这个料子的种水大小顶天了，只值1000万，这多的200万，这怎么出来了？你这个黄金左眼，只看到了它是高兵满率，却没看到它上面带了一缕金丝绿棉。金丝玉棉？普通高兵满率价值确实只值1000万，但它上面那缕金丝绿棉是天然形成的俏色纹路，若是用来雕刻龙凤主题，能让成品价值翻倍。单论原石，就比普通的料子溢价200万。你的黄金左眼确实看出了种水，但是你却没看见这点金的细节。宋小姐说的没错，我也正是看中了这缕金丝绿棉的收藏价值，才给出了1200万的估价。臭丫头，这次你只不过是游戏点，别得意。3局2胜，剩下2局我不会再让你占到半点便宜。和你这半桶水的废物浪费这么多时间，真是无趣。你呀，还是省省吧。半决赛第2场开始。你等着瞧吧，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这石头会发光！主持人，你他妈的赢我！你知道我有黄金左眼，所以故意弄这个破石头来晃瞎我的眼睛是吧？王少此言差矣。本次比赛所有原石都为王爷亲赐，都是来自各场口最为诡异难辨的料子，何来针对一说？王爷亲赐？皇上，真是一脚踢上铁板了。你的黄金左眼碰上这块会发光的石头，这是专塞喽。臭丫头，你别得意。王爷亲自又如何？这个破石头，老子就不信了，我非要给他看个明白。哎呦，王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这是想起什么伤心事儿了？哭得这么伤心？你懂什么？我的是在运功，我的黄金左眼什么事都看不出来。我跟……这破石头是诚心玩我呀！金光晃得老子眼睛都快瞎了，
这里面到底是玉，根本看不出来啊！我看不出来，你这个臭丫头就能看出来。主持人，我们都看不出来，换一个石头，我们继续比。你看不出来，我可看出来了。什么？你这个黄毛丫头竟然能看出来，我不相信！两位，本次比赛还有10秒，请两位尽快在手写板上写下答案。还有10秒了，我这个不行，老子根本看不穿这石头。帝王绿，价值3000万，怪不得这石头如此诡异难辨，原来里面藏着帝王绿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好你个王浩宇，你那黄金左眼是用来看石头的，还是用来偷看的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他那黄金左眼，看你的答案。我举牌了。主持人，要是我们俩的答案一样，我先举牌，一个算我赢。跳梁小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跳梁小丑？哎呀，我写错了，我要重写一下。写错了？你重写？我写错了，我还不能重写啊？你故意写错，让我抄，你他妈赢我！主持人，听见了吧？他亲口承认，他抄袭我的答案。王浩宇，赌石大赛乃王爷亲自举办，讲究的就是诚信和眼力。你竟然公然偷看他人答案，赌石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，我没有看他的答案。刚才你亲口承认，你当我耳朵聋了吗？按照大赛规则，作弊者直接取消参赛资格，请你即刻退场。我没有，是这臭丫头故意赢我，是你们都在赢我。保安，把他赶出赛场。宋九月，好你个宋九月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跟你没完！还有你们，黑幕都是黑幕，黑幕！宋小姐，鉴于您对手违规，取消比赛资格。按照大赛规则，您不战而胜，直接晋级本次比赛的总决赛，与上届总冠军吴森对垒。我等他很久了。想不到啊，你这个黄毛丫头竟然能使我2个弟子的肩膀一路闯进决赛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。看来你还真是个不世出的赌石天才，只不过本届赌石大会你也就走到这儿了。我父母和妹妹呢？你现在就放了他们。你能在这儿堂堂正正的赢了我自然把他们还给你。不过你要是输了的话，要是输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之前你赢魏大雄的那13家矿场要原封不动的还回。除此之外，你要跪在这儿给我磕3个响头，拜我为师。拜师？你绑我父母，抓我妹妹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我参赛，你还敢提拜师？你天赋异禀，在我门下更加可以名扬四海。魏大雄的位置我也可以给你。要知道，以僧友在缅国的地位，足以让你全家鸡犬升天。这滔天的权势，仅仅只需要你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而已。别说让我给你磕头，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收你当徒孙，我都嫌你的赌石水平卑劣，玷污了我的能力。金九不吃吃八九，给你滔天的权势，让你掌握缅国1半的赌石生意，你竟然不识好歹！你那点生意，在我眼里不过是蝇营狗苟的肮脏勾当。你那所谓的地位，也是赌石刻堆起来的虚妄。赌石本就是堪舆时针的眼力较量，
是凭本事见高低的正道横道，却被你这种人搅得乌烟瘴气，沦为了骗人钱财的肮脏道者。杜氏抬举，既然如此，便让你看看你引以为傲的赌石本事，在我看来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这次赌石大会最后决战由本王主持，两位准备好了没有？王爷，开始吧。这块石头来自大木坎矿区的深山大坑，也是最为罕见的原石之一，名叫芒石。芒石？这块石头的皮壳经过了天然风化，完全掩盖了它的内部结构，既探不出种水，也听不出回音，至今都无人明测内里乾坤。更关键的是，就连世界上最先进的专业仪器都难测端倪，堪称赌石界的无解难题啊！无解难题，这种级别的原石，也只有我配得上先出手了。果然是块王石，就如同天外的黑洞一般，竟然连我的黄金眼都看不透。看不出来就直说，何必在这白费力气？不如让我来试试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不代表我吴森木不行。你以为我和那些庸碌的赌石高手一样，只会用眼睛去看？这才是真正的以力感应啊！果然是缅国数一数二的赌石大师啊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赌个石而已，搞得像马戏团小丑一样，累不累啊？王爷，这石头里边有什么玉，我已经一清二楚了。连仪器都无法探测的盲石，你竟然看透了！王爷，你们认为玄之又玄的盲石，在我的赌石功夫面前也是无所遁形啊！不错，宋小姐，你看得如何？很快我就知道。吴森宗师以力感应的绝技吗？这宋小姐只是看了几场赌石，竟然就将这等不传之秘学了去，真是天赋异禀，世间罕见呐！王爷说笑了，我这以力感应的独门奇技，岂是他看几眼就能学会的？他不过是在东施效颦，装模作样罢了。真正的以力感应，需要让原石随着气劲缓缓转动，就凭它。这些人，以力感应有什么难的？我随便一看就学会了。好一个宋小姐啊，年纪轻轻不仅眼力卓绝，竟然还会无师自通，将宗师的绝技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，这种天赋怕是万年难遇啊！王爷，这里面有没有玉，是什么玉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好，既然两位已经看破全机，那就共同揭晓答案吧。
妙啊，妙啊！两位皆是赌石界的翘楚，既然对这块盲石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判断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来人，拿去解石。两位，你们的判断一模一样，无论赌中或是没有赌中，对你们来说都算平均。不如直接开始第二步。王爷，请。好，来人啊，将第二块石头拿上来。这块石头并非来自各大矿口，而是来自5881米高的开家伯峰的峰顶。开家伯峰峰顶，一开始所有人以为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直到有一天登山队登顶遭遇雷暴，当闪电击中这块石头的时候，它竟然如同春雨一般翠绿。等到闪电过去之后，它又变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。闪电石，在下倒是在古籍当中见，这上下千年也仅有一枚，而那一枚开出了帝王绿。那就借这次赌石大会的机会，你们两位帮本王看看这块闪电石能否也像古籍中所说的那样，也开出一块帝王绿。能为王爷效劳，是吴森的荣幸。王爷，这石头里是什么玉，我已经一清二楚。是块什么玉？还是先让他看看再说吧。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看。这是弹石变玉，臭丫头，你怎么连我师傅的独门绝技弹石变玉也学会了？刚才你的徒弟李瑞泽在我面前显摆，我随便一看就学会了。宋小姐真是过目不忘、一点即通的奇才啊！观人实际便能融会贯通，这等天赋，放眼整个缅国赌石界，怕都是难寻第二人呐。李瑞泽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我明明让他专心修炼黄金眼，想不到他竟然动了心思去偷学弹石变玉，自己半吊子功夫没学成，倒让你这个臭丫头学了个十成十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怎么样，宋小姐看出来没有？王爷，这里面有什么玉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恭喜王爷！哦，恭喜本王！难道这块石头里面真有帝王绿？恭喜王爷！这块原石里面果然是帝王绿，而且有巴掌那么大，价值连城。天哪，真是巴掌大的帝王绿！没错，王爷，这不仅仅是巴掌大的帝王绿，我还要再次恭喜王爷。哦，为何还要再次恭喜本王？帝王绿分为太祖、世祖、成祖三级，这块闪电石里是世祖级帝王绿。世祖级帝王绿！天哪，本王只闻其名，却还真的没有见过世祖级帝王绿。难道这等狱中之尊真的就在这块石头当中？来人呐，快拿去解石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二位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块奇石。这块石头同样不是来自各大矿口，而是来自善邦高原喀斯特地貌底下的1000米深的地下溶洞。溶洞石，这样的石头，老夫也不曾见过。你们快帮本王看看，
本王非常想知道，在今日赌局之中，究竟还会爆出何等惊喜？孙爷，这最后决赛连续2次都是您先看，这一次也该让我先看看了吧？我身为宗师，怎么会欺负你一个小辈呢？你先就你先。这石头果然极为古怪，我的神谋术竟然完全看不到。宋小姐，你不是天赋异禀吗？怎么连识2种赌石神技都看不透？我当你真有通天彻地的本事，原来也不过是学了点皮毛就出来到处卖的。神谋术，弹石变玉，在这溶洞石面前，不也就成了针眼瞎吗？天下玉石，神仙难测，赌石不是靠辈分压人，着什么急啊？奇怪，我们是在室内，这哪儿来的风啊？原来这是块如此玉石。不对，武僧最擅长的便是以力感玉，他只要查看这块石头，那必然……王爷，这块玉石我已看清，是块废料。废料？宋九月，你怕是连赌石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。这上邦高原地下1000米的溶洞石，那都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。这种石头在地底吸收了亿万年的精华，但凡能开出玉来，它必然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你说它是废料？它确实是极品，但一会儿你看完之后，它就变成废料。宋小姐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怎么现在是极品，一会儿就成了废料？这话本王实在是听不懂。一派胡言！我偏要看，我倒要瞧瞧这块极品的玉石料子，怎么就能成了你嘴里边一文不值的废料？天哪，这竟然是太祖级别的帝王，比刚才那块世祖级的原石还要高出一个等级，真正的天下极品啊！这个宝贝竟然不是存在于传说之中，而是真的存在于世。吴宗师啊，这块到底是极品还是废料？你方才的眼神，莫不是真的开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？王爷，这块溶洞石极为特殊，世所罕见，它里边是太祖级的帝王绿，比刚才那块世祖级的料子足足高出一个品级啊！什么？太祖级帝王绿？我的天啊！本王虽然贵为王爷，却还真的没有见到过太祖级的帝王绿。这不是存在于传说中的极品吗？王爷，您别高兴太早。这原本是太祖级帝王绿，但它现在不值钱。不值钱？你说它是废料？这样极品的玉石，莫说是上邦，即便整个缅国所有的矿场都找不出来第2块。我说过了，他刚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放屁！臭丫头，不要以为你仗着有几分小聪明就可以在这里信口雌黄。今天我就要和你赌个明白。王爷，我以性命做挡，这块石头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。
我敢以我名下所有的矿场做赌，臭丫头，你敢接吗？吴宗师啊，本次赌石大会只是单纯的比试赌石功力，您又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，下这么大的赌注呢？我敢下赌注，是源于我的自信。臭丫头，你怎么不敢接了？刚才不是嘴挺硬的吗？你真要赌？赌啊！好，接了。好，王爷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叫人解释吧。我倒要看看是谁给这个臭丫头的底气，敢把这样一块不世出的太祖级帝王绿的料子说成是废料。哼！来人，把这块原石拿去解释，告诉解释师一定要小心解释。王爷，第一块盲石已经解开了。好，快拿来我看。这果然是玻璃种的紫罗兰啊！色泽均匀，无缕无裂，就连水头都这么充足啊！就这个成色，在阳光拍卖行至少能拍出3000万的高价。这第一块盲石果然是玻璃种紫罗兰。二位，方才第一轮盲石品鉴，你们一口咬定是玻璃种的紫罗兰，解释之后分毫不差。二位皆是赌石界的宗师级大师啊，这第一轮就算2位平局。王爷，区一块玻璃种的紫罗兰也值得您夸赞。但凡是跨入了赌石宗师之列，便都能看到这块盲石。这第一轮的平局早在我意料之中。这一块盲石要是流落到市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之倾家荡产。赌石虽能让人一夜暴富，但却也能让人迷失本心，沉溺起来。那些人倾家荡产纯属活该，他们看不透原石的底细，却妄图通过赌石一步登天，不过都是些冤大头罢了。王爷，闪电石已经解开了。什么？真的解开了？快，让本王看看。帝王绿，真的是帝王绿啊！这不仅仅是帝王绿，这闪电石还真的是世祖帝王绿。你们刚才都猜这块闪电石是帝王绿，但是宋小姐慧眼识珠，一语道破它的等级。你们看，这个成色，这个水头，浓而不艳，润而不腻，正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世祖级啊！放眼整个面瓜，这等料子也是难得一见的至宝。王爷，他就是瞎猜。帝王绿满共就太祖、世祖、臣祖3个等级，他随口一猜，被他猜中了吧？1/3的概率，撞大运喽！瞎猜？四爷，真要瞎猜，您怎么不猜一个呀？本宗师不屑于胡乱瞎猜。世祖级帝王绿的皮壳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凝霜感，弹击时的回声比普通帝王绿要低沉3分，再加上这块闪电石最高峰受雷暴地气滋养，玉质等级本就偏向世祖一脉，这些赌石界的不传之秘，你不知道吧？竟然还有这些不传之秘，本王都闻所未闻啊！王爷，您别信他的，他就是随口胡说，糊弄您的。王爷，
最后一块溶洞石解开了。解开了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帝王绿？是不是太祖帝王绿？快说，里面是不是太祖级的至宝？回王爷，回森爷，里面确实是太祖级帝王绿。好呀，臭丫头，看到了吧？被你说成是废料的玉石，里边开出的是帝王绿里边的最高品级。刚才你不是看出来一块世祖级的帝王绿吗？我看出来的这块可是太祖级的。按照赌约，你输了。现在乖乖的跪下，承认自己技不如人，给我磕3个头吧。你真以为你赢了？不是我赢，难道是你赢了？溶洞石已经解开，明明白白的是太祖帝王绿，你输都输了，还在这嘴硬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这块石头你看过之后就成了废料。你以为你赢了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一派胡，玉料就在这儿，极品中的极品，哪来的什么废料？输不起你就直说，不要再找这些荒唐的借口了。你的以力感玉确实是神技，但那是针对普通玉石。这块太祖级帝王绿极为脆弱，你为了探测内力，以力感玉，殊不知这玉料的命脉早就被你发功之时的内力给震碎了。什么？弄碎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祖帝王绿哪有那么脆弱啊？发个功就能把它震碎了？你们要是不信，王爷您试试便知。可惜，这太可惜了！这如此罕见的太祖级帝王绿，这就碎掉了。本王还想雕琢成传家之宝，没想到居然这么个下场。看到了吧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输了。你我赌约之间的矿场，我不稀罕。现在赶紧把我父母和我妹妹放了，立刻马上！你不过是抓住了我以力感玉的漏洞罢了。这儿还有一块石头，是我这10年来都未曾参破的一块石头。你若能说出它的底细来，我不仅恭恭敬敬地给你跪地磕头，还立刻安排人把你爸妈和妹妹安全送回。但如果看不透，那这场赌约你还是输了。孙爷，你还真是和你的手下魏大雄一样，不到黄河不死心。什么石头？放下吧。这块石头是我10年前在帕岗老坑的地下断层当中挖到的，当时轰动无他。为了让这块石头重见天日，差点被埋在了里面。它虽然貌不惊人，可这世上没有任何仪器能探进它的内力。我试过以力感玉，内劲探进去，如同泥牛入海，半点回响都没有，甚至连我试过的弹石探玉也无法分辨。宋九月，你不是天赋异禀吗？今日你若能说出他的底细，我吴森今后对你毕恭毕敬，封你为缅国赌玉第1人。我对赌石第1人的名声没有一点兴趣，倒是这块原石有点意思。怎么样，宋小姐，看出来什么端倪了吗？这块石头好生古怪，连我的神谋术竟一点也看不透，内里像是一片无底的虚空。如果那么容易看透，我也不会让你来试试了。你的神谋术
纵然比我的黄金眼强了1分，但在这块石头面前，照样束手无策。谈石变玉也没有用。我都说了，这块石头是世间最难变的奇物，在它面前，任何赌石的技巧都毫无用处。这是什么寂静？灵诀？这是灵诀？你竟然达到了赌石的最高境界，灵诀变玉！奇怪，灵诀之下，天下没有难测的石头，这块怎么不行？这块石头连灵诀变玉都分辨不出来。灵诀变玉是赌石界的终极法门，紫薇竟然看不透啊！难道这块石头是来自天外吗？我知道了，王爷，麻烦您派人立刻取4块磁石过来。磁石？要磁石有什么用啊？这块石头的磁场极为紊乱，而其紊乱的磁场遮蔽了内里的灵界，也阻断了灵诀的探查。必须用磁石引导磁场归正，方能看清它的底细。磁石引正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之前只顾着用各种变玉方法强行探查，却忽略了这世间万物都有磁场，果真是当局者迷呀！快去拿4块最强烈的磁石！怎么样，宋小姐，看出来什么没有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这也是块千年难遇的太祖级帝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这一次，我是真的认输了。头就别磕了，赶紧把我家人放了。宋小姐，放心吧，我只是想逼你来赌石大会，和我一较高下罢了。你踏入会场的那一刻，我已经安排人把他们送回去了。此刻，他们应该已经到家了。真的？那我先回去了，王爷再见。姐姐，女儿，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好。